他的论述跟漩涡鸣人一样，就两招，一招叫偷，一招叫抢。川普当选以来一直都在讲类似的话，台湾抢走了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因为现在美国爽太久，只要有不如别人的地方，那一定是别人用偷的。川普精准抓到美国人这种巨婴心态，跟美国喊阿富汗政权贪污、泽伦斯基贪污、国民党贪污是一样的概念，都是要放弃这个政权的前奏曲。刚开始的殖民，整个种族灭绝；第二种殖民，这就是寡占土地、奴役原住民。最后因为习惯了这种得来极为容易的财富，导致了2次的世界大战之后先进国家它借着跨国企业对落后国家进行财富上的隐性掠夺。当我们以为已经活在一个可以自主的国度的时候却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从欧美列强的殖民模式中脱困。台湾是这样，中国大陆也是这样，连国民党被太阳花革命推翻，香港雨伞革命，这些都是欧美殖民从来没有消失的铁证。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川普他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不算论述的论述那就是台湾抢走了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他不是今年才讲他其实当选以来一直都在讲类似的话。那其实这也不意外，因为现在美国爽太久了，那只要有不如别人的地方那一定是别人用偷的。不然就是用抢，跟美国人自己不够努力没有任何关系。川普精准抓到美国人这种巨婴心态，他的论述跟漩涡鸣人一样，就两招。鸣人是影分身之术跟螺旋丸，川普是一招叫偷，一招叫抢。他们偷走了我们的选举，他们抢走了我们的生意，就这两招。然后我在郭正亮节目上有看到一个网友说川普他现在这样喊台湾抢走半导体生意，其实跟美国喊阿富汗政权贪污、泽伦斯基贪污、国民党贪污是一样的概念，都是要放弃这个政权的前奏曲。他先污蔑这个政权嘛，那到时候美国放手不管的时候，才不会让美国民众觉得这样子不好。那我能够理解这个逻辑啦，但是我不能够理解的是美国民众真的管很宽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回事。美国他基于自己的利益要扶持跟放弃哪个国家，竟然还要顾及美国人的心情。美国人你们的心情 nobody care， 就像是现在以色列就是在对巴勒斯坦进行种族屠杀、种族灭绝你美国人抗议又怎么样？政府没办法叫人民闭嘴，没关系，我把抗议的学校校长叫到议会里面电一下，逼你辞职嘛。那跟以色列有关系的企业，跟犹太人有关系的企业也扬言不收参与抗议的学生那言论自由的前提是什么？言论自由的前提是你根本不是一个咖，或者是你的言论自由不会被政府听到，那你就是有言论自由的。那像历史哥你就没有言论自由只要越少人听到历史哥的频道历史哥你就会拥有越多的言论自由。所以各位朋友，请大家在看这支影片的时候按赞加分享，这样才能够突破 YouTube 的流量限制。那我们再回到台湾抢走美国半导体这边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是在放屁，但从川普讲的这句话我们可以反思一件事情，那就是现在的殖民已经进化到殖民母国跟被殖民国都不知道自己是殖民跟被殖民的关系了。土匪跑到山下抢了一个老婆回山寨，过了那么多年，土匪忘记这个老婆是抢来的，老婆自己也忘记自己是被抢来的。我就不理解啦，国民党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跳出来大喊台积电是小蒋总统留给台湾的主产，能够有今天的成绩是用了台湾多少的研发经费、水电、年轻人的肝，绝对不是抢来的。民进党没有好好保护台积电这个台湾主产也就算了，竟然还放任美国把台积电整碗旁人走，出卖台湾主产的民进党。拜托，如果国民党不端正一下自己的三观，讲出我刚刚那种话，老是想要在内政上得分，那国民党就活该一辈子被民进党耍着玩嘛。那我们来讲一下殖民者的进化。刚开始的殖民就是大家传统认知的嘛，这个是杀人流地，整个种族灭绝，全部的土地强占。例如说英国人到美洲屠杀印第安人以后把美洲整成安格鲁萨克逊族的地盘。那之后因为这样子很容易搞的地方都被抢光杀光啦，所以就演变出第二种殖民。例如说英国跟印度、日本跟台湾列强瓜分中国土地这种形式，杀的人是变少了，但是就是寡占土地、奴役原住民嘛。那这些我持续把自己国家的强盛富裕建立在殖民地的痛苦上，最后因为习惯了这种得来极为容易的财富，所以无法收敛跟节制，导致了2次的世界大战。那在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唾弃帝国主义跟殖民主义，这个已经是普世价值了啦。但是这样的普世价值并没有消灭殖民主义它只是让殖民隐性化了。就像我以前讲过，在2次大战之后先进国家它借着跨国企业对落后国家进行财富上的隐性掠夺，将国内低端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落后国家，
借着发展差异赚取丰厚的金钱。那在跨国产业全球化的殖民模式下，这些跨国企业除了可以使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跟避开本国因为薪资上涨、获利减低而逐渐严峻的劳资对立，也避开了环境污染带来的社会成本。但是在实体产业逐渐外移，这些国家例如说美国开始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于是为了继续不下苦功，还可以继续获取更多的财富，美国就建立起很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最后就演变成了最高的形态，也就是透过金融资本收割全球的超隐性金融资本的殖民。顺带一提，欧美国家它以前推动了什么碳税就是基于这个前提下建立的。因为新能源技术都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上只要各国遵守这个协议，那就是兵不血刃，让这些发展中国家永远无法超越欧美嘛。我欧美以前排那么多碳没关系嘛，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记录嘛。但是你们这些开发中国家不准排这么多碳只是中国大陆在新能源这块弯道超车了欧美，才让这个阴谋没办法完全实现。那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就在替这些欧美先进国家背负苦果实体产业发展的时候会有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会有因为薪资上涨导致企业获利减低，进而引发劳资关系紧张的问题。那也会有城乡发展不均的问题，也会有环境污染严重导致人民健康受损的问题。那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我们台湾并没有，从来没有真正的解决过。我们是逃避，我们怎么逃避呢？我们就把这些产业移到大陆去，所以我们没有做产业转型，我们只是学那些欧美国家一样，把我们的先进的技术跟我们的资金流到中国大陆去掠夺中国大陆而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台湾开始产业发生问题的原因嘛，因为1990年代那个时候并没有做好产业转型，用最轻松的方式去解决。那这一系列的我刚刚说的那些实体产业发展或者财富不均那个劳资关系紧张城乡发展不均环境污染严重这些问题其实在1970年代开始的台湾的乡土文学中，早期的党外人士到民进党建立之后这些相关议题从来不曾缺席过。我们去看看1970年代开始的台湾乡土文学，几乎都在讲这些事情老实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种隐性的殖民，并不是由哪个人或是哪个国家刻意为之，因为民主的本质就是高度工业发展跟企业获利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些欧美国家很早就遇到了工业发展的撞墙期，在国内有剧烈社会冲突，例如说法国，它在1968年发生了5月风暴嘛。所以那些有能力出走的公司企业才会不得已的走出本国，以跨国投资跟产业转移的模式到比较落后的国家寻求生存。那讽刺的是这些先进国家的政治人物把自己国家本来该遇到的社会问题，借着新型的殖民模式转嫁后还转头对台湾这些后发国家的执政者说三道四，认为这些社会问题都是那些当政者的道德有瑕疵，或是这个国家本来的制度有问题所导致。那欧美这些国家甚至主动的支持反政府力量，以彰显自己的民主跟正义，像是台湾的台独就像是一个逼迫老婆做妓女赚钱养自己的老公，还软饭硬吃的数落老婆不守妇道，真的是又当又立，无耻至极。所以蒋家政权的被污名化，国民党的第一波污名化就此确立最后也就导致了2000年的政权轮替嘛。但是我们把视野拉长拉广来看，这种殖民形态正是反证了欧美国家提倡的民主跟科技工业发展是相违背相矛盾的那有趣的是在接受欧美国家转移的各种产业后，迅速获得发展，甚至反过来超越殖民者的国家，例如说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甚至是近期的越南，他们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全部都是儒家文化圈覆盖的国家。对，一切的真相大家只因身在庐山，难见庐山真面目。台湾这种歪曲横行到现在还不断的升级恶化，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哲学里面一再强调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必须知所先后，方是接近大道。当我们以为已经活在一个可以自主的国度的时候却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从欧美列强的殖民模式中脱困，就好像是活在骇客任务的母体里面不自知一样。台湾是这样，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只是表象不同罢了。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遇到了好几次的经济发展危机，
虽然有其内部的因素，但是外在的因素也绝对不可以忽略。97年亚洲金融的危机可以说是借着实体产业转移模式而来的金融收割。或许也就是因为那次的回报太丰厚了，所以才让欧美国家的政客资本大鳄发现了新形态殖民的优越性。那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可以说是全球的殖民升级。那这个正是进入金融资本殖民时代的第一站。那美国放弃了国家的基本道德，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内政，他超乎理性的不断的印钞票，借着美元的霸权转嫁自己国内日益严重的问题到其他国家。那这种传递的效应，它无形无影，却能量不衰。只有少部分人有看出真相。所以在那10年很多地方都陆续发生反政府革命。例如说2010年突尼西亚执政20多年的本阿里就被茉莉花革命推翻了。对，或者是2014年国民党被太阳花革命推翻了，2014年的香港雨伞革命，这些都是欧美殖民从来没有消失的铁证啊。